和老公回老家，来到了这个曾经温馨的小院。这个小院承载了老公童年的记忆，也见证了老公和我结婚的场景。如今10多年不曾居住，院中的杂草都长成了树，遮挡住了房屋原有的样子，连房子的大致轮廓都看不清楚。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天，看着满院的杂草，我头都大了，可老公还是信心满满，不辞辛苦的在那儿一直砍。经过老公不懈的努力，一条通往堂屋的道路慢慢的显露出来了。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2天，小院一半的杂草已经被老公砍完了。天气太热了，今天就干到这里吧。房屋的门可以打开了，下面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结婚时的房子。屋里乱七八糟的，唯一让我高兴的就是看到我们的结婚照，那时的老公是不是很帅呀？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3天，老公从邻居家借了一把电锯，有了趁手的工具就是不一样，效率立马提高了不少。一会儿功夫就把小院所有的杂草都放倒了。好心的邻居还提醒我们说，不要急着清理树枝，现在气温高，晒上1个中午，等树枝的水分蒸发一下，树叶都枯萎了，到时间再清理，既省时又省力。下午的天空灰蒙蒙的，看着是要下雨的样子，空气闷热的，老公出了好多汗，衣服都湿透了，就这样还不让我给他帮忙，我看着都着急。算了，不听他的，我也要出手了。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4天，经过1天不懈的努力，院子里的杂草和砍断的树枝已经清理好了，可满地的树根又让我和老公犯愁了。当初没想到工作量这么大，仅仅是清理院子里的杂草就花费了4天的时间，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针对挖树根这一块，朋友们有没有好的建议给我们分享一下？有的话可以留言或者私信我们啊。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6天，昨天为了能让沟挤进到院子里，我们在院墙处开了个口，今天我们就去买材料，把院墙的缺口给补上。刚好我们村上有一家正在建房，我老公跟他说了一下，因为我们所用的材料比较少，索性就直接从他这里买了。这真是应了人们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啊。老公说10多年都没骑过3轮车了，感觉是不是挺拉风的？垒墙之前要先把院墙的地基清理出来，不知道是老公用劲太大了，还是铁锹本身的质量不好，头子竟然掉下来了。准备工作完成了，明天开工。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7天，
砌墙这个活是老公第一次做，因为没什么经验，怕做不好，所以让老爸也过来帮忙。所谓万事开头难，老爸说地基很重要，后期墙体稳定性都取决于地基做的扎不扎实。通过老爸的指点，再加上老公的细心琢磨，工程进展的还比较顺利。老爸还说红砖要在水里泡一下，这样砌的墙稳固性比较好。下午我们家大宝也过来给他爸帮忙了，3代人在一起干活，配合的还挺默契的。原以为墙的缺口并不大，1天时间应该可以把墙砌好的，可做起来才知道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继续。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8天，这2天一直都有邻居过来给我们讲解和传授经验。慢慢的，老公砌墙的手法也越来越娴熟了。这个缺口补好之后，由于之前的墙有点矮，所以这次老公把它统一都有升高了一些。这道墙的工作量可真不小，整整用了2天的时间。由于10多年不曾居住，家里的水电全部都停掉了，找了村上的水电工重新开通，水龙头就临时先安放在这里吧。充电之后，老公去打开了电扇，居然还能转，又打开了灯，这灯的质量真好，居然也能亮。当灯管亮起的时候，我发现老公静静地站在那里，抬头看着灯，大约有几十秒的时间，动都没动。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9天，评论区里有很多朋友都说我们砌的墙不坚固，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为了安全着想，我老公打算把院墙加固一下，看样子又是一个大工程了。整整1上午的时间，外墙被我老公整成这个样子，还不错吧？下午天气太热了，工程进展明显没有上午快，我看今天是不能完工了。算了，让老公休息一下吧。闲暇之余，我也去村头的田地里转一转。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0天，有好多网友私信我们说围墙太高了，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家乡这边每家每户的围墙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只好顺其自然的这样做了。今天的工作是给围墙的表面刮大白，开始做了才知道，这可是个技术活。老公请了专业的师傅过来帮忙，专业的事还要专业的人来做。别看老公在那里一直忙忙活活的，其实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把腻子粉披在墙上，至于墙面找平的活还是由师傅来做。看看现在平整而洁白的墙面，再回想一下几天前凹凸不平的墙面，我已经很满意了。可老公说明天还要给墙面再修饰一下，那就让他继续发挥想象吧，看能把这面墙搞成什么样子。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1天，有网友说墙体从上到下全是白的，整体看起来太单调了，还容易脏。今天我们就把墙体下面一截刷上一个耐脏的颜色，还有我们从网上种的墙颜，说好的3、4天到货，这都1个多礼拜了，还没见到影呢。我老公开玩笑说，难道这次的快递是骑蜗牛过来的吗？院子拐角处的这块空地，由于1天之内日照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准备把它做成一块小菜地。一直没怎么做过农活的老公，干起活来倒是挺麻利的，菜地被整理得平平整整。老公说菜地中间铺上一条石板小路，这样下雨天不会踩到泥。不得不说，老公办事确实挺细心的，考虑的也周到。唯一的小遗憾是今天回小院比较匆忙，切割机忘带了。明天再把2块石板切割好，放上去应该就完美了。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2天，菜地的土都翻好了。老爸担心我们种菜种
也过来给我们帮忙了。老爸说要先给菜地施点肥，然后再把土轻轻翻一遍，目的是把化肥埋在土里面，再薄薄的撒上一层水，稍微等一会儿就可以翻地种菜了。老爸这会儿出去办事了，就剩下我和老公2个人，不知道我们种菜的方法对不对。反正老公说他对自己是蛮有信心的，我也就什么都不说了。从这次回来整理小院开始，我感觉我老公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似的，总有用不完的劲儿，一天天忙活个不停。都说一个男人为了实现自己向往的生活，认真做一件事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累。之前我还不信，现在看着我老公的样子，我是真信了。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3天，期盼已久的墙沿终于到货了。可是因为我老家这边疫情的原因，快递驿站停业了2天，所以快递到了我们也拿不到货。今天一切恢复正常了，老公说要先去买一些必要的工具，反正这些我也不懂，就跟着一起去看看吧。今天上午我家大宝没有网课，就也过来给他爸帮忙了。他别说，没有工资的小工干起活来还挺卖力。别看现在我老公干活一副认真的样子，其实这辛苦是白费的。现在做的越牢固，一会拆起来就越困难。你看返工了吧？好处了，再来。因为这活是我老公第一次做，确实没有经验，返工了好多遍。我真佩服我老公的耐性，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老公说干活没有什么会不会的，只要你用心做，一遍不行就再来一遍，总会成功的。经过老公的仔细摸索，再加上一次次的返工，终于把这活搞明白了。有了正确的方式方法，进展速度明显提高了。通过这次改造小院，我和老公在干活的同时，也体会和体验到了很多。有些东西做起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这次的墙沿，本来想着货到了安装上去就可以了，没想到安装的过程竟然这么熬人，看起来是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今天这活是干不完了，收拾一下东西，明天继续吧。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4天，上午下雨了，风大雨大的，我们回不了小院了。下午雨停了，老公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小院，开始了他忙碌的工作。有好多网友说我们进度太慢了，在这里我就把我们这次改造小院的初衷给大家说一下。我和老公在外地经商10多年了，平时很少回老家，即使有时回老家了，因为我们城里有房子，也是住在城里。今年暑假带孩子回村里，在他爷爷家住了几天。我们家大宝给他爸爸说，感觉乡下的天空格外蓝，每天晚上都能看到星星，空气中掺杂着泥土的气息，闻着就让人特别舒服。村里的街坊邻居民风淳朴，显得很亲切。大宝的一番话好像触动了我老公，再加上我老公也有意让孩子多感受一下乡下的生活，才有了这次改造小院的想法。墙沿全部安装好了，天也快黑了，我都快忘了这面墙之前的样子了。今天准备给小院搭个葡萄架，坑挖好之后准备下末桩。就在这时，天色突然暗了下来。其实早就一直在关注天气，倒不是怕下雨会影响小院改造的进度，只是洪涝灾害带给人们的伤害太让人痛心了。就在心里默默祈愿别在下雨的时候，豆大的雨点骤然间降落。那一刻，我和老公竟心有灵犀的不约而同放下手中的工具，双手合十。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5天，外面还在下雨，户外工作是无法进行了。老公就在室内把搭建葡萄架所需要的材料准备一下。木板被老公刷成了油木色，这个颜色是我和老公共同商议之后决定的。不知道这个颜色跟我们设计小院的整体风格搭不搭？算了，如果不合适，大不了以后再给他换个颜色。反正我老公干活返工也不是1次2次了。由于计算错误，葡萄架4根木桩有1根尺寸不够，
打算再去购买一根，但是下雨天出行不便，老公说尺寸不够的话可以做个接头，就特意请来了专业做木工的叔叔过来帮忙，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木桩接好了。下午雨停了，但天空依然是灰蒙蒙的。我们首先要把葡萄架的4根木桩安装牢固。刚才还在说反面的事，说着说着就又来了。在安装第3个木桩的时候，明显比前2个木桩高出一些，拿锤子往下砸也不行，只好把倒进去的泥沙和石子再挖出来。等4根木桩全部安装好，天就变灰了。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6天，菜地里的种子发芽了，绿油油的一片，看上去生机盎然。我们准备在菜地旁边再安装一个水龙头，方便给菜地浇水。再在墙上打个洞，可以让污水直接流往下水道。一切安装好之后，再给地面做个硬化。我估计老公是真不想再看到小院里杂草丛生的景象了。由于最近几天我们这边雨水比较多，几乎天天下雨，没法干活，导致小院的进展有点缓慢。葡萄架的4根柱子之前就已经安装好了，再加上地面硬化的时候又给它加固了一下，现在应该比较牢固了。2根主梁已经装上去了，副梁因为原材料的质量问题，老公不放心，想等天晴之后重新购买，所以暂时没有安装。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8天，评论区里有朋友说我们这个小院里最值钱的就是这棵石榴树了。还别说，小院里的杂草整理完之后，整个院子光秃秃的，不说值不值钱，还就这棵石榴树看上去有一点点绿意和生机。这棵石榴树的生命力真顽强，10多年没人打理，竟还能结出这么多石榴。有网友说，院子的树不能种单，必须种双。今天我们就给石榴树找来了小伙伴，1棵桂花树和2棵葡萄树。这些树苗是从姑姑家移植过来的，这又给我们省掉了一些开支。老爸说，植树的时候在坑里撒一点谷子，有助于树苗生根。还有就是植树人要站在树的西方，面朝东方。真没想到植个树还有这么多讲究，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说法。葡萄树苗栽种好了，因为现在不是葡萄移植的季节，老公担心这2棵葡萄树能不能成活。老爸说，树根的泥土带得多，应该没问题，希望如此吧。桂花树也栽种好了，今年就不说了，期待明年8月满院桂花香。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19天，大雨过后，老公说要去一个好地方，到了才知道，原来这里有好多鹅卵石。老公说要捡一些回去给院子里铺一条小路。我们家8个月大的小宝也被爷爷抱出来了，小家伙看着这满地的石块，满脸好奇。这应该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鹅卵石吧。一会儿功夫我们就捡了一车，这个红色的石头我挺喜欢，用水冲洗一下，估计颜色会更漂亮。我想这一车的鹅卵石铺一条小路应该够用了。
那就满载而归吧。有网友说，这个季节一枝葡萄树不容易成活，建议我们把葡萄树的枝叶多修剪掉一些，目的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这样的话成活率会高一些。老公又咨询了村上有种植经验的老者，确实是这样，那就照做吧。好好的2棵葡萄树，看给剪成什么样了，看起来还是保命要紧。小院开工的第20天，葡萄架复梁的材料今天到货了。货到之后立马动手，准备把复梁安装上。老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木工活，但是因为改造小院，近期还真没少跟木材打交道，可能是因为熟能生巧的原因吧。老公现在做起木工活来，感觉越来越顺手了。你看，是不是还挺像那回事的？这个葡萄架从刚开始制作到现在，已经历时好几天了。其实刚开始我是建议老公直接从网上买个成品的葡萄架，那样组装起来比较方便。可老公说那样没有成就感，还说自己亲手制作的，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是有灵魂。如果有朋友跟我们一样喜欢改造小院，喜欢在院里搭个葡萄架的，我还是强烈建议你直接购买成品，因为自己做起来不但耗时耗力，而且购买木材的成本也不少。葡萄架终于做好了，我咋没看准灵魂在哪里呢？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21天，老公说要在菜地的旁边建一个洗手台，这样方便给菜地浇水，平时洗手用水也比较方便。大家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搬砖神器啊！老公说特别好用。在老公忙着砌洗手台的时候，我去问了一下洗手台的台面和洗手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要想建一个美观大气的洗手台，造价太高了。老公说样子过于现代的洗手台跟我们院子里的整体风格不搭配，还说只要我不怕难看，他要给我建一个基本上不花钱还比较接地气的台子。不知道老公会把洗手台造成什么样子，好期待。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22天，也是院子里洗手台完工的日子。我一直很期待老公所说的基本上不花钱的洗手台是什么样子。几百块的石材台面被老公用几块木板给代替了，还有几百块的洗手盆也被老公用几块砖头代替了。洗手台的大致轮廓做好了，我怎么看着像鸡窝呢？看到老公忙前忙后认真仔细的样子，我也不好说什么了。老公说人靠衣服马靠鞍，洗手台也靠打扮，还说下一步给洗手台贴上瓷砖，涂个颜色就好看。大家说这样的洗手台我们是装饰一下呢，还是返工重建好呢？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23天，院子里地面硬化的时候，给这棵桂花树预留了一点土地，当初用红砖随便圈了个圈，大家说看起来不怎么好看，今天老公就把这个花边给修饰一下。今天在院子里看到了一个小动物，你们看看认不认识这是什么？我们这边都叫它土蛤蟆，不知道你们那里叫它什么名字？老公说小的时候会抓好多土蛤蟆玩，现在想想好久都没见到过了。
桂花树的花边造好了，看着跟之前的红砖比起来，是不是好看多了？之前搭建葡萄架的时候多出来一些木料，今天老公想利用多余的木料做2个花池。自从改造小院以来，我发现老公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创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做出来的东西如果不拿专业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我感觉已经是很不错了。下午我家大宝要过来给他爸帮忙了，平时没怎么发现儿子的动手能力也挺强的，这一点倒是像极了他爸。多一个人帮忙就是不一样，本来想着做花池需要整整1天的时间，谁知下午早早就完工了。花池做好了，模样不错吧？反正我是挺满意的。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25天。前几天我说打算在院子里装一个秋千，等我们家小宝再长大一点，肯定喜欢。本来老公还是想自己动手制作的，可是我感觉那样太费时费力了。可能是因为之前制作葡萄架的原因吧。之前制作葡萄架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材料费用也不少，但最后的结果和我们想象的还是有所差距。在我的劝说下，老公终于同意直接购买成品了。购买的秋千今天到货了，这次我打算和老公一起动手，把秋千安装好。包装纸拆开以后，看到一大堆的配件和螺丝钉，我感到无从下手了。最后还是我老公好的，琢磨了一会儿就明白了，那就直接开始安装吧。自己把它装好的，自己先坐上去享受一下，感觉看看怎么样？不错，怎么样？这是夸我选择的秋千样式好呢，还是夸他自己的安装好呢？最后还发现购买的秋千还送了一串彩灯，老公随意的把彩灯缠绕在秋千上，打开开关，画面是不是挺温馨浪漫的？老公一直担心前几天移植过来的葡萄树会不会成活，看样子应该是没事了，嫩芽已经长出来了，虽然只有一点点大，但它象征着新生命的开始。在这里我们要郑重感谢评论区里还有私信我们的老铁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分享修剪葡萄树的经验，才让这棵葡萄树成活了下来。老公知道我喜欢花，而且还知道我喜欢小花，就是一小朵一小朵碎花的那种。看起来老公亲手制作的这2个花池应该是专门给我栽种小花用的吧。这种栽花的方法都是老公临时从网上学的。花池的底部要铺上这种银黄布，只漏水不漏土，透气性也比较好。铺好之后，开始往花池里装土了。这些土都是我们从大田地里拉回来的，种庄稼用的。我想种花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吧。一个花池种3棵花，显得有点拥挤。种2棵的话又显得有点稀疏，还是老公办法多。最后决定种3棵，中间加1棵没身材苗条的花，不占空间，这样就不显得拥挤了。老公早就想对这个墙面动手了。他说灰黑色的水泥墙反衬出来的背景颜色不好看，因为墙的颜色有点重，所以前面不管摆什么物件或者建造什么东西，看上去都不怎么明显。如果墙面是白色或者是浅色的，颜色比较亮的那种，这样效果就会好很多。说干就干，老公今天就把这面墙涂成白色。看到我老公写的这2个字了吧？在这里也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景字是我老公的姓。评论区里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怎么会呢？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只不过这个姓氏的人有点少，
但再少也是老祖宗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爸心疼他儿子，天天过来给我们帮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东西能不能洗掉啊？这没问题，水一冲就掉。这样子应该可以了吧？这个样子应该差不多。这个灰色的好看。墙根处我们依然是把它刷成重灰色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漂亮？不错。墙面全部刷好了，摆上几盆我喜欢的小花，看上去不错吧？说秋老虎，秋老虎，真是不假。立秋好多天了，天气还是闷热的，没有一点点风。老公的衣服都湿透了，全部贴在背上。可能是因为挖出来土潮湿的原因，今天的蚊子特别多。老公想个办法，在旁边点上蚊香，效果还不错。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怪不得老公说假山鱼池的工作量是最大的。通过一整天的时间，我们才挖了这么大一个坑来算，证明老公的预言应该是正确的。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29天，本来已经挖好的鱼池又被前2天的大雨冲成这个样子。有很多网友私信我们说挖鱼池太费劲了，可以直接用砖头砌一个鱼池。在这里我对朋友们说一下，因为我们是北方人，冬天的时候天气会特别冷。听老公说，之前我们院子里也砌过鱼池，到冬天的时候鱼池全部结冰了，可以想象当时的鱼都怎么样了。所以老公这次要挖的深一点，冬天的时候下面的水有地温，不至于全部结冰。看老公的样子，好像感觉鱼池有点小了，又在加宽加大了。之前我们院子里也是砖铺地，后来地面升高的时候没有把砖头拿出来，直接被土埋在下面了。再加上这次改造小院的时候又拆掉了一间房子，所拆掉的砖也都埋在下面了。一直关注我们的老铁应该知道，我们之前的作品有看到，现在挖鱼池的时候才感觉到困难了。挖了一层土之后，下面就全是砖。我们从网上订的桌子和椅子送来了。挖鱼池的活实在太累了，就让老公把桌子和椅子安装起来，顺便也能休息一下。桌椅安装好了，看起来不错吧？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30天，我们利用2-3天的时间在院子里挖了个鱼池。鱼池挖好之后，有网友说院子里有鱼池不安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存在安全隐患。还有网友说我们挖的鱼池离邻居家的房屋有点近，其实这一点我们刚开始就考虑到了，还从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资料显示，只要水池的防水做得好，和房屋间隔1米就没问题了。不管怎么说吧，邻里之间以和为贵，不能因为一个水池搞得两家都不开心。在此还是要特别感谢粉丝朋友们的提醒和一番好意。今天我们就把已经挖好的鱼池给封上了，后期重新规划，看看这里做什么比较合适。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私信我们，也可以评论区里给我们留言。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31天，感觉今年的雨水特别多，这又连续下了2-3天的雨，院里的地砖已经到货好几天了，闲不住的老公急得在院子里来回转。这中间那个地方要是再做个花香，是不是比原来要好看啊？对，这个地方要做个高一点，这样搭配出来好。这个中间高，两边低。小帅哥，这2天让你爸爸着急的，什么也做不了，是不是啊？那也没办法呀，看眼睛不下雨。
说干就干，老公测量一下尺寸，就把工作地转移到室内进行了。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32天，昨天因为原材料不足，花箱只做了一半。今天天气挺好的，老公说要尽快把这个花箱做好，腾出时间可以干点别的。花箱做好了，放上去刚刚好。之前一直感觉这里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现在完美了。最近的天气我真是服了，上午还是大太阳，下午又变阴天了，不会又要下雨了吧？吃过中午饭，老公没休息就直接又开工了，手上的活一直没停下。你们能猜到我老公这是在做什么吗？刚开始我一直认为是在做凳子，后来才知道我猜错了。老公说买回来的花一直放在地下也不是个事儿，原来是在做花架呀。今天是11国庆节，在这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坚强，繁荣昌盛。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生活美满，幸福安康。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做的这个洗手池吧？当时好多网友们都建议我们返工重做，我们自己也仔细琢磨过，确实不好看。今天老公终于狠下心，把他自己的劳动成果拆掉了。不管什么东西，建造的时候都很慢，想毁掉它的时候就快得多。当初2天的劳动成果，现在不到20分钟就全部拆除了。老公之前从奶奶家拉回来一个石槽，本来上次制作洗手池就打算用上的，但是老公没舍得用。为什么不舍得用呢？因为这个石槽可不是一般的石槽，它有来历，它有故事，它还是个宝贝。以前听爷爷说过，我们爷爷的爷爷那一代的时候就有这个石槽了，现在算算应该有100年不止了。为什么一个石槽能在我们家保存了100多年呢？因为这个石槽有2大不寻常的神奇之处。一是这个石槽里面的水，即使夏天放在太阳底下也晒不热，水始终都是凉凉的。还有就是普通的井水，也就是地下水，只要装在这个水槽里放1晚上，到第2天喝起来就会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虽然不是很甜，但是跟刚开始放进去的味道真的不一样。你说神不神奇？估计有300-400斤吧，我们几个人合力才勉强把它抬起来。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34天，今天的主要工作是给小院的地面铺地砖。这个东西是我头一次看到，老公说地面找平全靠它了。定好高度之后再拉上线。这活是老公头一次做，评论区里好多朋友都说我老公是全能。说实在的，之前我真没发现，自从这次开始改造小院之后，我才渐渐发现老公确实挺棒的，干啥啥行。就像这次贴地砖，老公只是利用空闲的时间，从网上查阅了贴地砖的方法和步骤，
今天就开始动手了。还别说，我感觉干的倒是有模有样的，挺像那么回事儿。看到我们家这个小监工了吧？把他放在屋里，他不乐意，非要放在爸爸身边，看着爸爸干活他才开心。这就是我们一天的劳动成果，说实在的，比想象中的要累得多。老公说，蹲了一天，小腿都是疼的。明天我们准备找人帮忙，一个人太累了。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35天，今天的工作依然是铺地砖，因为昨天老公一个人铺砖实在是太累了，所以今天请了一位专业铺地砖的师傅过来帮忙。这个师傅来了之后，看到我们昨天铺的地砖，还表扬我老公呢，说我老公动手能力强，还说铺砖是个技术活，好多人学了几年都没我老公铺得好。话虽这么说，但是人家专业的还是专业，看到没有，人家师傅铺3块砖，我老公才铺1块，不过铺的倒是挺标准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慢工出细活吧。所以这一点老公受到表扬是理所当然的。这几天看到老公疲惫的样子，我也很心疼，但是没办法了，有的活我也真帮不上什么忙，我还要带我们家小宝。一天的时间过得好快啊，感觉还没干多少活呢，但又要开黑了。有了铺砖师傅给我们帮忙，效果就是不一样。这块地面开黑之前应该是没问题的。吃过饭之后，老爸给我们帮忙把前几天就到货的砖雕给装在墙上，还真的是一个人的活。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重，一块就有30-40斤。老公一共买了4块，梅、兰、朱、菊，说这是一套4君子。对我而言，我偏爱与梅花，因为它的花期是在寒冬腊月，迎风开放，不畏严寒。多了这几块砖雕的装饰，跟之前光秃秃的墙面相比，感觉是好看多了。今天是小院开工的第37天，这么大一个石槽，单纯的做一个洗手池，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呢？今天老公准备把这个石槽从中间割开，一边当做洗手池，另一边可以养点花。刚开始我们是打算用砖头把石槽割开，后来想了想，感觉红砖再配上黑黑的水泥放在里面肯定不好看，为了美观，后来决定切割一块地砖当隔断。老公办法还是挺多的，先拿了一块硬纸板在石槽里面比划着，做了个需要切割地砖大小的模型，再拿记号笔把边缘做个印记，这样就可以直接切割了。切好之后直接放上去，刚刚好。看我们家小宝有爷爷陪着，坐在秋千上多开心呀！圈圈，我感觉秋千这个东西对于所有小朋友来说，好像都是无法抵抗的。这个胶是老公买来专门装石材用的。这个木板是不是小了？不是，大了拿了。这里有个小失误，涂好胶水之后放上去，才发现石材的水没有擦干净，抹的倒是挺仔细的，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漏水。石槽下面的这一块地面，我们铺的是鹅卵石图案的地砖，天黑了看不出效果，等明天把地砖全部铺好之后，再看整体效果怎么样。我们水池下面这块地面的瓷砖铺好了，我感觉美中不足的是瓷砖的缝有点大了。当初之所以选这个图案，就是因为这个鹅卵石的图案看起来比较真实，如果缝能再小一点，整体效果不会特别好。来奶奶家淘宝了，奶奶家的老物件比较多，看看有什么东西我们能用得上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至少要有100岁，100岁都不止。
后要拉到我们那个院子，不知道老公能把这2口缸搞成什么样。老公说要买个鱼缸，来到这里一看才知道，原来鱼缸的款式和风格这么多。一番精挑细选之后，我们选定了这款鱼缸。鱼缸清理干净了，老公去隔壁叔叔家买了一颗竹子，说是要做个竹台，把这个鱼缸好好打扮打扮。反正我是帮不上什么忙，那就等着看结果吧。期盼已久的小花园今天终于动工了，因为现在已经算是深秋季节，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所以我们给小花园里挑选的都是耐寒抗冻的绿植。别看小花园里就这几种植物，可是费了我老公好大的心思，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小县城，好多能过冬的植物根本没有卖家。为了能让小花园漂亮一点，也为了给今年冬天的小院多增添一点绿意，我们只好有的从网上订，有的驱车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买。就比如说这些欧式竹吧，之前我们是打算给小花园里大部分面积铺草坪的，后来想想草坪不能过冬，而且需要经常修剪，打理起来费神费力，再加上现在的天气已经有点冷了，如果铺草坪的话，估计铺上去没多久就开始发黄干枯了。后来才决定栽种这些欧式竹，卖家说零下30度都没问题，一年四季成青。反正之前没种过，不知道是真是假。还有这些栅栏，本来老公想用以前剩余的防腐木自己制作，后来考虑到我们院子里用实木的地方比较多，像葡萄架呀、秋千呀，还有桂花树下面的花边都是实木的，所以我们就想着换一种风格，从网上订了塑料的栅栏，一直担心塑料的结不结实，安装之后才知道也是蛮牢固的，用起来估计也不比实木的差。小花园的大致轮廓已经成型了，一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再慢慢完善吧。有网友建议我们把小花园里的石板小路旁边再铺上一些鹅卵石做陪衬会更漂亮。当然，好的建议我们是要吸取的。老公今天买来了一些白色的鹅卵石，就把它们铺在石板小路旁边吧。铺石子的方法我们也是从网上查阅的，说是先铺上一块塑料纸，再把石子压在塑料纸上，这样石子和泥土不会混在一起，还有就是野草不容易长出来。网上都这么说了，肯定是有经验和道理的，那我们就照做吧。还有这些大块的鹅卵石，这是之前我和老公在马路边捡来的，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鹅卵石铺好了，我们的小花园看起来是不是又漂亮一点了？今天回小院的时候路过一个花店，老公买了一颗风车茉莉，
花店老板介绍说，风车茉莉属于耐寒的植物，冬天也会生长，很适合我们北方种植，1年4季常青。还说如果种植得好，1年的时间就能爬满一面墙。老公说这个影壁墙后面光秃秃的不好看，就把这棵风车茉莉种在这里吧。希望不久的将来，它真的爬满这面墙。大家好，我们的上个作品上热门了，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有好多粉丝朋友在评论区里说也想回老家改造院子，问我们改造小院的总开支是多少。因为问的人太多了，实在是不能做到一一回复，在这里给大家说声抱歉了。今天我把小院改造的总开支统计了一下，现在公布给大家，给准备改造院子的朋友们借鉴一下。一开始请钩机进了院子里挖树根，还有3轮车拉土垫高地面，一共花费1800。修补围墙的缺口用的黄沙、水泥、红砖，一共花费1200。制作葡萄架购买的木料花费是1500，多出来的木料老公做了花架还有花池。木蜡油150，买电动工具用了2000。地面硬化用的石子、水泥、黄沙还有工钱，一共是3800。铺地砖这里，因为老公一个人铺有点慢，后来请了1名铺砖师傅，所以地砖加上工钱一共是4200。买的花盆还有鱼缸花费300，还有绿植、花草花费是2000。秋千买的是成品1158，墙沿上的防虎瓦300。还有1桶外墙漆150，4君子的砖雕400，户外防水灯和灯带，还有鱼缸里的水泵，一共是550。全部的开支就这么多了，你们算出来是多少了吗？我和老公一早就回到小院开始打扫卫生，因为今天我们的大宝要回来了，孩子2个礼拜才从学校回来一次。记得上次去学校的时候，小院的改造还没有完工，所以我们这次要把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迎接孩子回家。小院收拾好了，算一算孩子放学的时间也到。这2天天气又放晴了，阳光挺好的。老公说这些花花草草还是晒晒太阳比较好，又把它们一一的从屋里搬了出来。看着老公一趟又一趟来回搬弄着一盆盆的花草，我的心里是又开心又心疼。开心的是老公知道我喜欢花，尽可能的想让这些花多绽放一段时间。心疼的是看着老公为了我一趟又一趟忙碌的身影。后来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准备在我们的花架上面搭建一个塑料棚子，能把这些花罩在里面，即使冬天再冷也不用让老公再一趟一趟的来回搬了。好多朋友建议我们把小院里的这棵石榴树修剪一下，天气慢慢变冷，也到了可以修剪果树的时候了。我们这就准备动手，把这棵石榴树修剪一下。老公说，在他儿时的记忆里就有这棵石榴树，应该有30多年了。这个上面还有个石榴嘞。这上面这个石榴，不知道是坏的还是好的。好的，好的。看这个石榴，这个颜色，外面皮不好看，里面的东西好吃。石榴树修剪好了，我感觉造型还挺不错的，希望来年能收获更多的石榴吧。今天想我们家大宝了，儿子2个礼拜才从学校回来一次。由于近期我和老公一直在忙小院改造的事情，好像忽略了对孩子的陪伴。今天无意间翻到了孩子在家的视频，那是在上个周末一家人吃过晚饭在小院里的场景。这一会儿我突然想到了一段话，其实孩子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间并不长，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家就是孩子的全部；在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家就是每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在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家就是每个周末的1、2天；
在孩子上高中的时候，家就是每周的1-2个小时；在孩子读大学的时候，家其实就是寒暑假；在孩子参加工作的时候，家或许仅仅就是一顿年夜饭。所以不要等到孩子长大了，才想念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吧。今天是房屋改造的第2天，窗户扩大之后，老公请制作门窗的师傅过来测量一下尺寸。师傅说要先把窗户的边框修饰出来，才能准确的测量。啥也别说了，开工干活吧。窗户的边框修饰好了，做的还算平整吧。接下来再把门上边的缺口给堵上，这样就可以把下边的门框给拆掉了。又该拆窗师傅上场了。老公说，如今改造房屋比起之前改造小院轻松多了，现在请的有师傅，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来回搭配着干活，一点都不感觉到累。院子里地面升高之后，屋里地面就显得太矮了，我们要多捡一些碎砖头，把屋里的地面垫高。这样的活不能急，一车一车慢慢捡吧。房屋改造第3天了，天气越来越冷。老公开玩笑说，再不加快进度的话，春节就住不上新房了。由于这2天在赶工期，我还要带我们家小宝，腾不出时间剪辑作品，更新的有点慢，对不住一直求更新的朋友们了。本期作品是2天的工作量，视频有点长，喜欢的朋友们要耐心看完啊。我们要先把房屋的外墙用水泥和黄沙粉一遍，这样既加固了墙体，也能起到防水防潮的作用。又要增添新设备了，不过这个东西真是好，这么一大缸的腻子粉，如果拿个棍子搅拌的话，不知道要搅到什么时间。中午的时候师傅们休息了，老公说趁中午温度高，暖和一点，加会儿班吧。想想我们改造小院的时候，8、9月份动不动一身汗，热得够呛，到改造房屋的时候却冷得够呛，手都不想往外伸。我们用的外墙腻子粉是定制的，因为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个制作腻子粉的厂子，真是有熟人了好办事儿。老公跟他说，腻子粉里要多加点胶，这样防水效果会比较好，当然价钱也是要另算的。对了，刚才忘记跟大家说了，之前有好多朋友建议我们把房屋的外墙做成淡黄色，还有说做成浅蓝色，也有说做成白色的。后来我和老公商议之后决定还是做成白色比较好，因为白色跟我们小院的墙体颜色一致，整体看起来也比较干净。外墙的下边我们贴了45公分的高的瓷砖，考虑到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溅到墙面上，担心打湿墙体。看老公小心翼翼的样子就知道，这是他头一回往墙上贴瓷砖。老公说，墙上贴瓷砖和之前小院里铺地砖是不一样的，一个在平面上铺，一个要竖起来贴，难度增加了不少。瓷砖贴好了，朋友们给个建议，感觉怎么样呢？房屋改造第4天了，屋子的外墙基本上完工，接下来就该收拾里面的墙面了。由于之前屋子地面有点矮，导致墙体反潮，湿了1米多高。我们这次要把墙体表面的沙灰铲下来，重新披上水泥和黄沙，然后再做一层防水。老公拿斧头砸了好半天，才砸掉这么大一小块。后来借了一个趁手的工具，工作效率立马提高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反正感觉用起来挺顺手的。老公一直都没休息，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把墙面都铲平了。拆掉了这个东西叫布挡子，之前在我们农村这边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有，如今也用不上了，拆下来吧。这个活可真不好干，因为墙面高低不平了，感觉劈起来确实费劲，泥沙不停地往下掉。2个人整整用了1上午的时间才把整个墙面抹平。老公说，这个喜字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亲手挂上去的，如今还是他亲手再摘下来的。墙面刮大白这个活更需要技术了，要让我老公一个人刮的话，估计需要2、3天。为了赶时间，我们请了2名刮大白的师傅给我们帮忙，就这还用了整整1天的时间。就干到这里吧，休息一下，明天继续。好几天没更新作品了，好多朋友私信我们说希望我们把房屋改造的过程记录下来，通过作品展现给大家。现在就把我们这几天的劳动成果总结一下，让朋友们看看我们这几天都在做什么。房屋改造第6天了，由于院子地面升高之后，小院的大门显得太矮了，没有使用价值，所以我们给拆掉了，准备重新建个大门。
我们请来了建房师傅，老公也加入到建房的队伍中了。看老公砌墙的动作，是不是跟专业的师傅没什么区别？不过还没砌几块砖就被师傅换下来了。想想也是，这可不像之前修小院围墙的缺口，现在毕竟是建房子呀，不专业是不行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2天的劳动成果，一个大门，一个厨房，房子的主体基本上成型。好大一会儿没见到我老公了，找了一下，原来默默无闻的在这里干活呢。老公说砌墙的技术活咱干不了，但也不能闲着呀。过几天就要降温了，如果气温降到0度以下，就干不了活了。房屋改造第7天了，大门和厨房的主体已经成型。我们准备把整体的墙面做成白色，围墙下面的50公分处做成灰黑色。虽然有师傅们给我们帮忙，但整体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今天是不能完工了，明天让大家看看整体的效果吧。现在的工具真是好，之前小院里铺地砖的时候，尺寸不合适的瓷砖还是用切割机一点一点切开的。直到这次厨房贴砖的时候才知道还有这种工具，我们这里叫推拉板，把瓷砖卡好需要的尺寸，一拉一推，整整齐齐就断开了，真是方便呀。厨房的墙砖、地砖都铺好了，看一下整体效果吧。厨房和大门的房顶，我们选用的是树脂瓦，不管是颜色、样式，看起来跟我们主屋的瓦房都比较搭配。闲下来的时候，老公对我说，目前院子里正在施工，整体看起来有点乱，可是改造后的大致轮廓在他脑海里已经成型了。我相信我老公，之前那么荒凉的院子都能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次我依然相信我老公也能把房屋改造成我喜欢的样子。房屋改造第8天了，今天小院里有大动作，我们要把这棵桂花树还有这些花花草草换个地方，因为这里要建个卫生间。之前好多朋友问我们小院的卫生间在哪里，还有建议我们把卫生间也规划在房间内的，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北方这边，卫生间大多都是单独另建的，很少把卫生间规划在房间内。我想是因为地区的差异，生活习惯不同的原因吧。我们的卫生间之前在我们院子的东北角，前几天我老公找师傅帮我们看了一下，师傅说我家的大门在东南角，卫生间就应该建在院子的西南角。朋友们有懂这方面的说法的吗？还有这面影壁墙，由于大门在改造期间位置有所移动，造成影壁墙和大门不在一条直线上，不能很好的起到遮挡作用。一开始老公打算把影壁墙再加宽一点，修改一下，但是考虑到那样并不省力，后来决定拆旧建新，重新建个影壁墙。在拆这个影壁墙的时候，老公说墙上面这个图案他都看了20-30年了，现在要拆掉了，心里面还真的有点不舍。新的影壁墙建好了，虽然还没有装饰好，但整体看起来是不是比之前大气多了？房屋改造第9天了，今天要把大门口旁边这块地面做个硬化。老公说厨房的排水要先安排好，要不然等地面硬化之后再想做排水就麻烦了。我们家小宝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鱼缸，每次回来他都会趴在鱼缸边玩好长时间，还时不时的想用手去沾一下水。地面硬化之后，大门外面这块地面有点坡度，考虑到天冷结冰，我们准备对这块地面做个防滑的处理。趁着水泥还没完全凝固，老公的工字在表面画了好多线槽。一开始我以为就是简单的画几条横线就可以了，慢慢的才看出来，原来不是简单的横条线，还有图案呢。这项技能估计又是从网上学来的。不管怎么说吧，全部画完之后，整体看起来效果是不是还蛮不错的？我这会在想，要是之前院子里没有铺地砖，也画成这样的图案，是不是既好看又省钱呢？房屋改造第10天了，我们要对这扇大门动手了。起初我们是打算换一扇新的大门，但老公说这个大门随便收拾一下，再撑个几十年都没问题。还说这个木质的大门有家的感觉，看着很亲切，不舍得丢弃它。
跟我保证说，别看这个大门不好看，他有信心把这扇旧的大门打造的比新的大门还牢固还漂亮。这一半的门角已经坏掉了，老公精心制作了一块新木料，准备给它换上。这个活我应该做出来没问题吧？就剩这一点点了。来让来。眯着眼睛。来吧来吧，还是给我吧，给我吧，给我吧。我这，你这做个秀才行。爸过来给你拿个围裙。好，还让这个到时候有油漆的时候省得弄到衣服上，套脖子上吧。套脖子上啊，套不好看。不好看，谁看你了？你别到这里好像打广告一样。嗯，这是买东西送的吧？应该是。来帮我记一下。是啊，要是咱们自己买的话，谁会买这样的？给你系得漂亮一点啊！我又看不到在后边，你系个蝴蝶结。好，看好看的很。反正我也看不见。完工了吧？完工了。这东西刚好用完。你看，呀，还不错啊。怎么样啊？这颜色？现在刷这一小块看不出来啊，要整体刷了才能知道这个颜色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差不多这个颜色。这个门他也没想到他能用上汽车的漆啊。这不刚好帮了表弟的光了，刚好我表弟是搞这个汽车钣金喷漆的。这个给这个木门刷油漆啊，我看呀，也只有我们一家用这个汽车的油漆啊。你还别说，这个汽车漆是亮啊，那刷一遍你看看亮度就有了。一会儿再补第二遍的话，肯定会更好。油漆刷好了，就等着找个好日子把大门给装上去吧。房屋改造第11天了，大门的油漆刷好之后，老公准备把门上面的钉盖刷成金色，还特意制作了一个工具，选了一个最下面的钉子试了一下，结果翻车了。后来决定还是先把大门装上，然后再慢慢给钉子刷颜色。老公说安装大门是需要技术的，还特意请来了装门的师傅，但由于大门的年代已久，整体有点变形，师傅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门装上，但中间仍有不小的缝隙，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这样吧。老公利用剩下的油漆把大门的后面也刷了一遍，还说自己把握得好，刚好把门刷完，油漆一点都没剩。这是干完活没人夸自己的吧？门角这里，师傅用水泥把它固定上了。临走时还特意交代，水泥没有凝固之前，一定不要开门。我这会儿在想，我们怎么出去呢？看来是只有翻围墙了。什么意思啊？这是不管我了吗？老公说只给钉子刷颜色难度有点大，太考验技术含量了。为了省事，我们决定把钉子还有门上面的铁条都喷成金色，这样工作量应该减轻不少。真是懒人有懒办法，这次还歪打正着了。我怎么感觉比之前只有钉子是金色还好看了呢？朋友们有没有也这样觉得呢？我院主房的大门送来了，因为房屋的门口加宽之后，原来的旧门就小了好多，自然是不能用了，无奈只好买了个新的。这扇门的颜色我们选的是红木色，我感觉跟我们白色的墙壁搭配起来应该是蛮不错的。朋友们感觉怎么样呢？冬天的白天变短了，黑的也早，感觉整个下午还没干什么活呢，天就要黑了。老公说了，就是打着灯也要把这个门安装好。房屋改造第13天了，小院的窗户早就下灯了，
可能是因为年底了，安装的活比较多，等了好多天一直没有到货，今天总算可以上门安装了。考虑到我们院子里整体装修的风格是黑白灰居多，所以窗户的颜色我们选的是灰色，这个颜色跟我们白色墙面应该比较搭配。围墙下面的40公分处，我们预留的是原有的水泥色。老公说水泥的颜色有点发灰不好看，还专门买来了一道黑色键，准备把外墙漆调个色，再把围墙的下面重新刷一下。大门你没发现比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漂亮了是吧？结婚的时候也没这么好看。结婚的时间也没有说把院子修饰的这么漂亮。本来在家就1000万，随便多少就能那你说是咱们结婚不是很重视是不是？重视那也没有重视，这时间就要省了。在家待过看到房子上人家那时间都上面那个网的时间都没想到把那个草给砍下啊，太高了不好上去。有这个草才有年代性，年代感啊，年代感，还是你会用词儿啊？这个门缝要，就是说很多那个门角我还没搞。你看咱们上面这里，我准备把它挂一个小扣子，就像匾一样，给咱们院子起个名字。咱们这里基本上都是幸福之家呀什么的，是不是感觉有点太普通了？不搞那个什么幸福之家、家和万事兴啊，兴高照。其实别致一点的什么，到时间让朋友们给我们想想办法。这2天没来，这个卫生间都搞好了。你看搞得怎么样？还行吧，干干净净的就行，比起之前的那个卫生间这强多了。之前黑乎乎的。蹲便，你不是喜欢这个？这边到时候再装一个洗手池啊，搞个洗手池，下水道口已经留着了，这上面给你搞个镜子。挺好的。房屋改造第14天了，这个是我们卫生间旁边的化粪池，我们准备给它做个盖子，把它密封起来。老公去到木料店，精心的选了一块木板，还在一头开了个20公分的口子。这个口子是我们留着抽污水的机器下管子用的，由于计算错误，留的口子有点小了，只好手动再修改一下。老公说这个木板的作用只有一次，放下去就拿不出来了。老公办法真多，还找了个花盆堵在上面，说是要把这个孔做成圆的。撒上薄薄一层水泥之后，我们放了一些钢丝在里面。考虑到使用的牢固性和安全性，老公又增加了几根钢筋，这下可以放心了。好了，可以了，这一下子光滑了好多，完美。这个洞还挺圆的，这个。这大小的话，应该可以下进去那个抽粪的那个机器了。大了放不下去，小的话放下去就能掉下去了。没事，这个土拿过去，在上面试了一下，可以
夏天那个底平不平，就看这个夏天这个底平不平。水泥搞多了，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多。搞多了，到时候用不完也比少了强。要不然到时间不够用了。干的少的话，到时候还要重新办。那现在就不用管它了，等个几天，2天够不够？2天差不多，匀不，2天就匀不。这个就是它自然风干制作的宝贝疙瘩，是不是？你现在准备把它挖出来了？啊，挖出来吧，应该可以，2天了都。啊，你看人壳都出来了。哟，那个把它放到太阳底下晒晒。大小试一下，咦，还行嘞。哦，是不是有点小了？有点小。这小的话，到时间外边可以给它加东西。到时间用那个自行车那个内胎，然后剪一条，然后把它一包个一个圆圈，然后再放进去，刚好把它拿胶水再粘一下。不用胶水粘，密封上去了，里边味道不就出不来了吗？总的来说还算是还好。小院里改造影壁墙的时候，把老公精心打造的小花园给破坏了，那可是我们好几天的劳动成果呀。老公知道我心里有太多的不舍，就一直安慰我，说会重新把小花园打造的比之前的还漂亮。老公说天气要降温了，我们要赶快把小花园重新整理一下。这一根石柱大概有300-400斤，是之前拆房子的时间留下来的，现在放在这里确实有点碍事。本来打算铺地坪的时间埋在地下，可是听村上的老人说，门上面的过梁是不能埋在地下的。我怎么感觉农村的规矩特别多呀？这个也讲究，那个也讲究。老公说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这根石柱挪到外边去，真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老公说古时候人们搬重的东西搬不动，都是用这种方法一点一点挪走的。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利用什么原理，但是打心眼里还真是佩服劳动人民的智慧。这个位置依然是留给我老公喜欢的这块风车茉莉。是什么花呀？这个啊，这个不是花，这个应该叫树。什么树啊？树放在这里合适吗？这个是我昨天去大姑家移植过来的，你看一看这上面像什么？给个特写，给个近。哎呦，你看这个，你看上面这个毛烘烘的，看到没有？有毛刺儿啊，感觉。你感觉是什么？有点像那个猕猴桃啊，那外面的皮啊。就是猕猴桃，就是猕猴桃。怎么又搬了一颗呀？又搬一颗，种2颗有点多吧？你也不懂。我听姑父说了，这猕猴桃的话最起码要种2颗，一个公的，一个母的，要不然就1颗的话它不结果。这是姑父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那你说到明年夏天的时候就会结那个果子了？应该不会那么快吧？这棵铁树这次再移一次，应该以后不会再移了。咱们这次这个花园也固定好了。上次就说话，这次种下去就不动它了。不能种得太深是吧？对，这个铁树上面种了之后到这里，这一节要露出来，不能把土封到这里就不行了。天黑了，我们还在一直是不跳的，明天后天就要大。因为明天
天降温了，明天再不搞的话，怕把它冻死。2022年第一次开工，干点小活吧。老公说把墙沿上边的这个缺口给补上。来，给你啊！你是干嘛的？全天也想帮爸爸修呢。别跑，起来，别捣乱，别捣乱。我看这个是不是有点长啊？对，有点长，我把它截了。朋友们，看看我们每天干活是怎么干的啊！哎呀，一边干活还要带宝宝。你看，他光想配合爸爸帮忙。他要帮忙好了，他捣乱。好了，好了，给你了。啊呀，很开心吧？哎呀，他也要学了啊！好，完工。在这里。回头我买点线，然后把这个灯带给你。能扯到这边啊，把这边这个围一圈，应该够。这个是够的。够。看我老公高兴的样子，嘴都合不上了。原来是收到别人送的礼物了，怪不得呢。有点激动吧？还高兴还激动，最后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这几个字看上去还真是挺好看的。不是说字好看不好看，哪怕这个字就特别丑的那种都无所谓，主要是这份心，知道吧？人家真是有心。我这2天我要想办法找到这个。它上边电话都没留。哎呦，闹不明白了，兄弟们姐妹们。像雷锋一样，做好事不留名啊！你这样搞得我不好意思了都。我要找到人，我想办法要找到人。他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但是他自己没留电话号码。你真是个能人呐！我不知道是兄弟。那是不是之前你跟人家留过电话号码呀？要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的电话？我留过电话号码，但是留了好多都是商家的，都是说跟我们合作的商家的。你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哪个商家给我们送的呀？哎呀，不管是商家还是你个人，听起来真的挺感动的，真的挺家乡的。那这个名字就定了。之前我们还一直不好定名字。哎呀，看把你高兴的，我真的很高兴，很开心，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吧，感谢兄弟们姐妹们，我不知道是兄弟还是姐妹，真的很感谢。我看他们最多的是出了就是所以说我在想到过，因为快春节了嘛，到过完年之后，做了预警，到家了，要不换了这个你干嘛了，老公？准备把这个装上去了。这个梯子是不是不够长啊？都差不多了。
样行不行？你一个人？北边有点低了，也差不多。太高了，在它中间最好，再往下一点。老公下来吧，太低了，你下来看看怎么样？拿的什么呀，老公？我说了，吃完饭找不到你。跟他哥哥在秋千上玩呢，坐了老半天了，一下来就走了。我们可以贴对联了。甜甜，你看爸爸拿了什么？哎呀，开心不开心呀？来跟妈妈吧，爸，你手上这个跟妈妈吧。看这两个怎么样？好看不好看？可以，是不是往上面再挂一点？对。你看一下是放在这个墙上好看，还是放在门上？准备干什么活呀，老公？装灯带。这还是年前买的。对，年前买的，没来得及装。这边灯带装完之后，后面那一块准备做什么呀？做个大花园。天气暖和了，就是种花的好季节。然后把灯带搞好之后，花园收拾一下，到时候再试一下。买的时间你没量啊？哎呀，我说他万一他们发火了呢？长了吧？这多不少。上面那个墙跟咱们那边一样，之前没有经验，第一次做，先装了这个墙，后装这个灯带，因为定的时间真的很难定的，所以说这次吸取教训了，先把灯带装上去，然后再装。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这次老公装起灯带来真是轻车熟路，一会儿功夫就把灯带安装好了。灯带装好了，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这感觉光秃秃的，看起来也不好看呀。主要是上边这个墙沿还没装，等明天把上面那个墙沿装上去之后，有个遮挡物了，到时候就好看。大家好，我们是小景夫妇。过完年之后，因为我们生意上的一些事务需要我老公前去打理，因此小院改造的进度也暂停了一段时间。如今老公回来了，小院改造也正式拉开序幕。喜欢看我们改造小院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老公说，干什么活都要有一把趁手的工具，工具调试好了，接下来就开始忙碌的工作了。今天的工作是给小院的围墙上边安装墙沿。安装墙沿这个活儿，我老公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做起来感觉很顺手的样子，可不像头一回安装的时候，测量了好多回，结果还是反复了又做，做了又反复。老公一直在那忙个不停，我也不能偷懒呀。这是我养的花，天气慢慢变暖了，把它们都从屋里搬出来见见太阳，也顺便给它们打理打理。熬过了一个冬天，感觉挺不容易的。老公说安装这个墙沿难就难在这个固定的架子上，因为这个架子所用的木料不能太粗，所以钉子钉上去的时候容易从中间裂开，一旦裂开就只能拆下来反复重做了。只要这个架子固定好了，墙沿就好安装了。这个是我们从网上买的树脂瓦墙沿，之前安装的时候还剩下几块，老公
公测量了之后说不够用，所以我们这次又重新买了几块。墙沿安装好了，用了整整1天的时间，朋友们感觉怎么样呢？再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比昨天漂亮。肯定啊，比昨天漂亮多了。放心吧，样子以后会一天比一天漂亮。我老公出门办事了，这才刚回来，就又是查资料，又是拿尺子量的。从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我就能猜到，这是又来什么灵感了。果然不出我所料，老公说要把这里砌一个花池，再安上卡座，打造一个休闲区。我老公就是这么个人，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说干就干。拉来红砖，量量尺寸，定好位置，拉上线就开工。自从改造小院以来，建筑类、装修类的知识真是学了不少。例如砌墙之前，砖头要先用水打湿，还有这个黄沙和水泥的比例，这些东西之前想都没想过的。在之前小院改造期间，虽然我一直没干什么体力活，但是眼力劲儿还是有的。看今天这个小工当的还到位吧？说实在的，通过这次改造小院，我挺佩服我老公。从一开始的什么都不会，到后来慢慢成了水工、木工、泥瓦工。前几天老公还说屋里边的线路要重新排一下，听他说的意思，好像是没打算找专业人士。难道是又要解锁新技能，当电工吗？都已经开春了，天还是这么短，感觉还没干多少活呢，天就要黑了。本来打算收工呢，可老公说剩下来的水泥放到明天就报废了。没办法，那就打着灯加会班吧。看到这里，我好想给这么勤劳的夫妻俩点个赞，顺便再加个关注。心态好的人就是乐观，你看骑个3轮车拉了一车砖，还高兴得不得了。昨天的花池还没砌完，天就黑了，今天就接着昨天的活继续做吧。我们这边有句话叫夜不关色，意思就是说晚上在灯光下看东西或者干活，结果和实际是有偏差的。朋友们还记得昨天我们2口子打着灯加班砌花池吗？最后砌上去了几块砖，今天被我老公拆掉重做了，因为根本就不在一条直线上。花池砌好了，老公说跟他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看起来是比较满意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给砌好的墙面上披沙灰。评论区里好多朋友说我老公是专业搞装修设计的，一会儿让大家看一下翻车现场，大家就知道我老公到底专不专业了。老公说砌墙剩下的沙灰丢了可惜，打算直接披在墙上，可是里面的沙粒有点大，沙灰一个劲儿的往下掉，怎么都粘不到上面。后来干脆全部铲下来，重新拌沙灰，把黄沙用筛子过一遍，这样沙粒就小了。老公说这样用起来就好用多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干什么活就要用什么东西，如果老想着将就凑合，到头来反攻的还是自己。天色不早了，拌好的沙灰也用完了，今天就干到这里吧，明天继续。花池第3天了，有网友私信我们说我们的进度有点慢，建造一个花池就做了好几天，在这里只能跟朋友们说声抱歉了。我们没有请专业的建筑队，从小院改造第1天起到现在，小院里只有我和老公2个人，还有老爸有空了偶尔会过来帮帮忙，白天干活，晚上剪辑，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真的没办法。不知道当初是低估了建造一个花池的工序，还是高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不是专业搞建筑设计的，好多活都是返工了又做，做了又返工的，确实耽误了不少时间。这个位置起初我们是打算用防洪木钉个架子，铺上木板做一个卡座，结果合计下来费用太高了。我们一直的想法就是把小院改造的漂亮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实惠，尽可能的把开支压的低一些。老公说直接用砖头砌一个卡座的底架，既牢固又省钱，这就叫默契，跟我想到一块儿了。跟朋友们聊着题外话，我和老公结婚10多年了，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到现在，我很知足。家里老人身体健康，我很庆幸；2个孩子活泼懂事，我很欣慰。好多网友都羡慕我有一个万能老公，我很开心。回想我和老公这么多年走过的风风雨雨，我真的很自豪。这可能就是现代人口中所说的3观一致吧。在这里祝愿我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单身的能找到人生中的另一半，已婚的能和爱人手挽手到白头。我们是小景夫妇，谢谢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支持。
小院的路上，看到路边有个卖花的，老公说要去照顾一下生意。其实我知道，老公是个见花就想买的人，谈好价钱，选了一盆自己喜欢的就装车了。这单生意前后也就2-3分钟的时间。如果我是做生意的，我想我也喜欢像我老公这样的顾客。我家的花池是靠着墙建的，担心墙体以后会渗水反潮，所以要给墙面做个防水。我们选的这种是外墙防水胶，之前见过好多防水都是灰色或者黑色的，这白色的还是头一回见。但是听卖防水的老板说，外墙的防水就是这样的，应该不会错吧。我家小宝每次回来，这2棵橘子树上面的橘子都要被他轮流摸个遍，因为我之前跟他说过，这个只能摸不能摘下来，孩子当真了。这会儿我跟他说，橘子已经长熟了，想吃的话可以摘下来。1岁3个月的小宝应该是听懂了我说的话，真摘了一个，放到嘴里咬了一口，一定是很酸爽吧。我们准备把花池的表面刷成白色，老公说刷白之前还有一道工序，要用纯水泥的泥浆把花池的表面劈光滑之后才能刷白，这可真是个细致活。别看整个花池的体积不大，主要是拐的弯多，边边角角的都要修饰，确实挺耗时的，整整用了1天的时间。这是修饰好的样子，还不错吧？这不前几天买的松树吗？评论区的朋友们说这个东西都没有根，不能成活。我再看一下，看看有没有根。根是有根，估计成活率也不会高。根是干的，既然打开了，然后就把这个土换一下吧，它这个土肯定不行，你看像石头一样换土。先随便找个花盆大一点，先保命。等成活了，回头再做个专门砖，拿土再种。希望能成活。一棵花，一棵植物也是一个生命。这皮搞好了，就先这样，希望它能成活，要不然几10块钱都白扔了。那也没办法。我们的小花园里要入驻第1棵植物了，就是这棵命苦的桂花树。为什么说的命苦呢？因为来到小院还不到1年的时间，这已经是第3次给它换位置了。最早是我老公从姑姑家移植过来的，小院规划的时间把它安置在了这个地方，后来因为这里要建厕所，又把它临时移到了菜地里。如今我们的小花园修整好了，老公说这棵桂花树种在菜地里不合适，小花园应该才是它最终的归宿，所以打算再把它移植到小花园里，希望是最后一次吧。今年的天气真怪啊，前几天热得想穿短袖，今天突然低温降到了1度，看我老公羽绒服又穿上了。之前拆围墙的时候，有几块废砖头被我老公埋在了小花园的下边，现在已经记不清位置了。刚才我老公还说，桂花树的坑要挖得深一点，希望不要挖到之前埋的废砖头，要不然挖坑就费劲了。再加上昨天刚下过雨，泥土还是湿的，站脚的地方都没有，真是无巧不成书，越担心越不行，就挖了这么大一个坑，砖头挖了一大堆。老公说这棵桂花树的命运太曲折了，这次泥土尽可能的带多一点，这样成活率会高一些。这个就是最终的归宿，不能再移植，估计都活不了。其实这棵桂花树的形状并不好，之前好多朋友都说让我们换一棵，可老公说植物也是有生命的，一直没舍得扔。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棵桂花树定会给我们的小院带来阵阵桂花香。我们买的花到了，老公迫不及待地开始拆了。之前老公不怎么从网上买东西，即便有时帮我取快递，拿回来之后也是顺手往旁边一放就不管了。自从改造小院以来，零零碎碎的东西买的多了，快递自然也多了。现在老公说挺享受拆快递这个过程，渐渐的，不管有什么快递到家，拆箱的活儿基本上没我什么事儿了。怎么样？看着还不错哈，就是太少了。但这个应该看起来还不错呀。行啊，是吗？挺稳稳。你又吃橘子？这橘子他来的话都把这橘子给摘完了。这个是那个爬藤月季啊，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呀。
这个就是要到先选好位置，看能放哪里。你干嘛呢，圈圈？你也给爸爸帮忙呢，是不是呀？你又吃橘子了你？不要摸，这上面有刺啊，会扎到手。老公准备给小花园里铺草坪，跑遍整个县城也没找到卖家，只好从网上订吧。我们选的是庭院专用棉剪草坪，说是这么说的，希望是真的吧。也许是我看的草坪案例太多了，真担心会买到一个劲儿疯长的那种草，那样打理起来太麻烦了。草坪在运输过程中走了2-3天，根上所带的泥土已经干了。老公说养不养得活，他心里也没底，还是先给小草喝点水吧。跑了1000多里地来到我们家，可一定要好好的呀。天有点晚了，等明天再种吧。家的小花园，老公也是煞费苦心了。听说离我们村不远有个喜欢养花的大姐，我们这就准备去拜访一下。一进门，这棵正在盛开的迎春花就把我们迷住了。这造型一看就知道是经过好多年精心修剪的。大姐说，花也是讲缘分的，既然你们喜欢就拿走吧。再三考虑后，决定把这棵迎春花带走。虽然不是白拿，但多少还是有点夺人所好的感觉。老朋友应该知道，之前小院里有过一个花园，也是老公精心打造的，但因为一开始没经验，也没规划好，把它建在了房子后面，一天到晚连一点阳光也见不到。后来在重建影壁墙的时候，把小花园也拆掉了，当时心里可难受了。那时候老公就说会给我重新打造一个比之前那个还要漂亮的小花园。我想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建造小花园应该会少走很多弯路吧。我们河南虽然是地处东缘，应该也算是北方吧。一年之中，冬季天气比较冷，所以我们小花园里种植的大多都是抗寒耐冻的植物。好多朋友都说我们的桂花树被移植了3次，估计不能成活，所以这次老公又多种了1棵，就当是备用吧。真所谓是长到老学到老。通过这次改造小院，种植类的知识也学了不少。就像这2棵红豆杉，卖家说是1公1母，要把它们种在一起，单独种1棵是不会结果的。原来植物也分公母。我们准备的花花草草已经全部种好了，朋友们给帮忙看看，比起之前的一片空地，是不是有点小花园的样子了？我家的小花园大致轮廓已经出来了，老公打算再修饰一下，准备铺上一条石板小路。我从网上查了一下价格，形状好、颜色好的青石板，价格有点接受不了。老公索性直接用户外地砖代替了。铺好之后，我感觉效果也蛮不错的。这些欧式竹是之前买多了，临时栽种在这里的，今天要给他们搬家了，准备给他们找个合适的位置。这个造型也是老公随意设计的，不知道栽种后的效果会怎么样。昨天还有朋友问我们，说我们的小花园都修建好了，到货的草坪怎么没见铺呢？一看就知道是老朋友，还一直记着我家的草坪。在这里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这就准备把小花园里空余的地方铺上草坪。这些草坪刚到我家的时候已经有点发黄干枯了，老公一直担心成活不了，给他们撒了几次水，现在看来应该是没问题了，已经有嫩芽长出来了。当初算好的面积，现在种着种着感觉不够了，不知道是计算上出了问题，还是草坪数量不够。老公说草坪不够，欧式竹来凑，又把后面空余的地方种上了欧式竹，这样小花园的整体效果就出来了。朋友们看怎么样呢？我家花池早几天就砌好了，买的防腐木却迟迟没到，因此花池的进度拖了好几天。今天货到了，老公准备把花池收拾出来。好多朋友问我们室内改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考虑到这个季节比较适合种花种树，所以我们打算先把小院里的花花草草种植好。老公说环境好了，干什么活都不觉得累。这是去年秋天买的乒乓菊，冬天的时候太冷了，都枯萎了，我以为成活不了了，就把它们扔在一边了，谁知又发芽了。没想到这乒乓菊的生命力这么顽强，幸好当初没有直接丢掉，这也算是它的第2次生命吧。老公把它修剪一下，种在我们的花池里。看我老公为了担心会把白色的围墙踩脏，鞋都脱了。这些花花草草放在花池里，我们纠结了好久，不知道怎么搭配了好看，位置反反复复调整了好多次，这是我们最终的决定。朋友们感觉怎么样？
这个颜色挺不错的，这个贴画，这外边都不用再刷东西了，刷那个木蜡油保养一下就行。老公说先测量一下尺寸，把木板截成合适的长度，铺上去看一下效果吧。天有点晚了，今天是不能完工了，明天再做吧。我家花池的卡座铺上防腐木板就可以完工了。老公说建造花池卡座的灵感来源于他无意中看到的一个小视频。我老公就是这么个人，敢做敢闯敢挑战。按他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会不会的，大不了返工从头再来。这一点我还是挺佩服我老公的。自从小花园修建好之后，我们小宝没事就会来到小花园里转一转。看起来一个好的环境，不光大人喜欢，小孩子也喜欢。制作这个卡座也是费了老公好大的心思，就单单是把木龙骨固定在台面上，老公也是琢磨了好几遍。一开始老公是分别在木龙骨和台面上钻了孔，后来发现对不上，螺丝下不进去，才又尝试着把木龙骨直接放在台面上一起钻孔，这样位置就对上了。老公说拐角对接的地方做成45度角，这样对接出来的效果好看。制作的时间才知道，好看是好看，不过也麻烦。防腐木的表面我们之前是打算刷成浅黄色，后来考虑到我们小院里种的绿植比较多，黄颜色容易招来小飞虫。老公说防腐木的本色也挺好看，所以我们只是把表面刷了一层木蜡油，做了个保养，没有改变它原有的颜色。木板刷好了，等晾干了就可以安装了。我们小宝也来给他爸爸帮忙了，来回跑着递钉子，表扬了他几句，开心的不得了。木板的尺寸截好了，木蜡油也刷好了，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安装起来就快了。花池的卡座安装好了，小院里又多了一个给孩子玩耍的地方。虽然不算完美，但想想是第一次做，能有这个效果，我已经很满足了。朋友们要是也觉得好看的话，就给他点个免费的爱心和关注吧。影壁墙的砖雕买回来有段时间了，由于一直在忙别的事，所以迟迟没有安装。有朋友说我们的影壁墙光秃秃的不好看，好像缺少点什么。其实东西早就准备好了，只不过一时没抽出时间，我们这就准备把它安装上去。老公说影壁墙上的砖雕安装并不麻烦，前提是要把影壁墙的大致轮廓做出来，表面修饰好，安装起来就轻松了。先用外墙腻子粉把表面劈平整。老公说劈一遍是不行的，要想平整至少要劈2遍。本来我们是打算把小院里的户外地砖铺好之后再修饰这个影壁墙，那样整体效果看起来会好一些。但因为近期大环境的影响，我们缺少原材料，所以铺砖的活要往后推迟几天了。影壁墙上的砖雕清洗干净了，老公说要给它喷个颜色，那样看起来会新一点，更醒目一点。看这一棵猕猴桃啊，这都已经快开花了，那棵怎么到现在没发芽呢？但是在树枝里面还有水分。朋友们有没有懂的？这2棵猕猴桃一块种的，那个叶子都长那么大了，这个还没发芽是什么情况？给朋友们说一下，小花园里的花，不管是从网上买的还是花卉市场买的，全部都成活了，就连草坪也一天一个样，越来越轻了。影壁墙的表面已经劈好了，期待明天完工后的效果吧。古道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朋友们看贴这个仿砖模具是不是很轻松？感觉一会儿功夫就贴好了。实际上我们整整贴了2个多小时。大家看到的是我2次100倍加速制作出来的。在改造小院的过程中，返工的活儿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是我老公花几十分钟调制出来的颜色，刚刷上去就感觉颜色有点重，心里还想着等会儿晾干了颜色估计会淡一点。谁知晾干之后颜色太吓人了，只好重新调色。可能是我们把事情想简单了，本以为这个影壁墙今天就可以完工，结果天都快黑了才到这个进度。慢是慢了点，不过返工后的效果我们还是挺满意的。这期作品是我们2天的劳动成果。好多朋友对我们说，砖雕和这些回纹线不用刷颜色，原本的颜色就挺好。在这里给朋友们说一下，大家看到的是上镜后的颜色，实际的颜色是深浅不一的，所以才考虑着调个一模一样的颜色，再给它刷一遍。
老公说现在干活真是方便，工具也好，仪器也到位，想要直线测评仪一打，一点误差都没有，工作效率也随之提高。老公说小院改造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就是这个影壁墙。说实在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能大家看到影壁墙的颜色并不是很漂亮，那是因为上镜后颜色失真了，现实中的实际颜色真的很不错。影壁墙做好了，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朋友们感觉怎么样？小院改造好几个月了，老公说把院子剩余的这块地面铺上地砖就基本上完工了。大人干个活，小孩子就像跟屁虫一样，爸爸到哪儿他到哪儿。朋友们还记得我们小院里这棵30多年的石榴树吗？去年冬天修剪的时候，好多朋友都说我老公下手有点狠，担心不能成活。这2天已经发芽了，朋友们可以放心了。回想之前小院里铺地砖，那是老公头一回尝试着自己动手，光是一个地面找平就琢磨了2个多小时。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明显就不一样了，感觉轻车熟路，一会儿的功夫就搞定了，还跟我开玩笑说小院改造整套下来自己都可以当师傅了，而且还是全能的那种。说实在的，自从改造小院以来，老公所展现出来的能力真的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从一开始的什么都不懂，到后来慢慢成了水工、木工、电工、泥瓦工，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按我老公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会不会的，只要你用心做，多动手，大不了多返几次工。等你成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并不难。老朋友们都知道，小院改造刚开始的时候，好多活都是返工了再返工的，后来也都慢慢坚持下来了。这一排地砖都贴完了，为什么前面会留有一个缺口呢？因为昨天我们也是做到天黑了才收工的。乡下的夜晚是极静的，切个地砖声音有点大，担心会打扰到左邻右舍，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填填补补的活留到白天再做。还先喝点水。好了，都收工。该收工了，知道现在几点了？几点？9点多了。哇塞，该说了，该说了。想想也是，之前小院里一半的地砖找了个师傅给我们帮忙，还铺了3天。这次毕竟是我老公一个人铺，如果不赶点时间的话，不知道要几天才能铺完。看天气不好，老爸也过来给我们帮忙了。我的直觉还是对的，还没干多少活呢，就又下雨了。还好雨下的不算大，我们只好冒着雨干活了。因为拌好的沙灰不及时用掉的话，到明天就成一块了。这天气我也是服了，这雨下着下着把太阳给下出来了。刚好，还不错，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标准吧？标准。你在铺砖呢，怎么又来收拾花了？累了，休息一下。这个季节就是给花施肥的好季节。你看咱们欧施竹，我前段时间施了肥，你看长得多好。颜色还挺好看的。这一点点管用吗？管用，这个就是这么多，多了不行。这个花施肥的话，淋施，隔一段时间10天8天，半个月的施1次就行，不要一次施很多，那样都不行。你看咱们这个爬藤月季，这种上好像没几天啊，你看开花了，多漂亮！这个小枝条，你看就这么大一点点，你看上面3个花苞，是吧？有几天就开了。很快。现在天暖和了，没几天就开了。这个跟花施肥啊，就像咱们人吃饭一样，要营养搭配，要不然长不好。给它施了肥之后，然后再让它喝点水。好了，赶快铺砖吧。这点砖你打算铺几天呢？脚上的这块砖真是费了老公不少劲儿。这个脚上真是难装，这块砖切了多少次才装好？我们小花园里的这棵迎春花被好多粉丝朋友看中了，有想看特写的，这个愿望可以满足；还有出重金想买的，这个恐怕不能满足了，因为小院里仅此一棵。
我们河南这几天的温差有点大，前2天我老公还穿着短袖在铺地砖，今天保暖衣都穿上了，还感觉有点冷，仿佛直接从夏天穿越到了冬天。小院里的地砖铺了3天了，有网友说我们铺砖的速度太慢了。在这里给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没有请专业的铺砖师傅给我们帮忙，所有的准备工作和施工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对于业余的我们来说，这个进度我已经很知足了。再加上我老公是一个性格比较细腻的人，工作标准高，做事追求完美，这也是导致铺砖速度慢的一个原因。就像这棵石榴树，原本打算把这里留一个正方形的图案，可老公说正方形的不好看，非要把它做成8角的。就这几个角，就多用了1个多小时才做好。我想这棵石榴树连他自己也想不到，在他30多岁的时候，会有人把他打扮得这么漂亮。今天累不累啊？累倒是不累，主要是这一块铺完，我们就可以下班了。这袋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你看这是什么？从网上订的睡莲到的，订这么多呀？买了6颗。昨天我到了没时间种，我把它搞了一盆水，把它泡在里面。因为泡了一晚上，你看这个叶子全部都立起来了。今天把它睡莲种上去。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促进它生根的，还可以消毒。这现在会的越来越多了。都是从网上学的，把根放在这个水里面泡一下，消毒。这颗蛮大的。这到时间这东西会不会开花呀？就像那个荷花一样。会开花呀，而且颜色还不一样的。我买的这6颗，到时间好像是最起码有3种颜色。水有点少，再加点水。这食草里的这个铜钱草真是好。有人说他们的铜钱草冬天被冻死了，我就很纳闷。咱们的铜钱草，我看到它结冰的时间就把它铜钱草全部冻在冰里面。现在春天来了，这个这样活了。他们说铜钱草是不怕冻的，这里边都不用擦了吧？不用擦也行，等一下不是里面还要放土的，放还会长。还要放水。这土种这个睡莲行不行？行啊，我从网上查了，人家说这个咱们北方种小麦的土，种这个睡莲就更好，刚好是种小麦，再加上这个睡莲，先用这个生姜粉泡过，消过毒，应该是可以的。这里边要种几颗？种3颗吧。到时间我们这里边还要不要养鱼？养一下。哎，对了，我从网上查的时间，看网上有人说这个睡莲它会制造氧气出来。我看可大了吧？这颗应该算是最大的。好了，开始加水。这个水不能开太大，要不然把泥土就冲起来了。在一直在冒泡啊！这水加的快了，那土里面的空气没有跑出来，所以冒泡。真的有水啊！你还说养鱼呢？就这么一点水能养鱼吗？刚种上去，水不能太多了，只要没过这个芽就可以。等它以后长高了，慢慢长高了，咱们再慢慢加水。等它长出来之后，水基本上加满，到时间养。这里吧，行，就放那里吧。好了，睡莲种好就准备开花了。永壁墙前面的这块空地，我们本来是打算弃鱼池的，后来考虑到家里有小孩子不安全，老公说要把它清理出来，也铺上地砖，这样小院地面的整体效果看起来比较完整。评论区里有朋友问我们的路边松怎么样了，这就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没问题了，已经长新芽了。陈爸爸帮忙干活了，是不是啊？是不是给我帮倒忙了？呀，这会儿铺的不少呀，我看快铺完了这边啊。这边这一排重颜色的，边上搞一排浅颜色的，大同告成。下午奶奶来小院了，我们小宝跟着亲吧。老公说估计还需要半天的时间，地砖就可以铺完了。地砖全部铺完之后，墙旁边再买一点大一点的油漆，往这一放，一打扮就快了。因为前几天我堂弟结婚，我们要忙堂弟的婚事，所以小院改造的进度也耽误了2天。天气越来越热了，老公说我们要加快进度，把户外的活尽快完工，要不然顶着大太阳干活就难受了。院子里的地砖铺好了，我们把大门口这一块清理出来，也给它铺上地砖，这样看起来小院的地面整体效果比较好。我们的小院是去年8月份开始改造的，当时天气的确很热，老公也确实受了不少罪，所以这次我们要赶在天热之前把户外的活全部完工。地砖送来了，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好了，继续加油吧。天凉了，换件衣服，这回穿短袖是不是有点冷啊？有点热，换一下吧。我家小宝1岁4个月了，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学习模仿能力特别强，爷爷在干活他也想去帮忙，他爸爸关个门他也想去搭把手，还时不时的搬个小凳子给我送过来，非要让我坐下来休息。院子里的地砖全部铺好了，老公打算把地面用水冲一冲，清理一下。我们小宝一看到水高兴得不得了。凉，衣服湿了没有？湿了，不能玩了啊，不能摸了，这水太凉了。这就是我们小院地面铺砖后的效果，朋友们感觉怎么样？这是又准备种什么呢？种的太阳花的种子，我们这一块空地空着不好看，你不喜欢太阳花吗？我给你种点太阳花的种子，到时间太阳花长起来开花了，这一块应该会很漂亮。那肯定比这样子空着好看呀。咱氛围这儿一包种不完的，这里边很多，你也想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花种子，开花了让别人看，好不好？好。这个土应该不用撒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土撒上之后，轻轻的拍一点，这样种子发芽之后，它的根扎得牢。现在温度高，估计用不了几天就发芽了。静等开花吧，你喜欢的太阳花一开，过几天就好看了。你也要扫，来你扫。我们小院里的这棵石榴树生病了，之前10多年没人打理，还一直好好的。今年在老公的精心照顾下，却生出了好多蚂蚁，满树都是。今天老爸特意买来了蚂蚁药，我们这就把整棵树都喷洒一遍，给它来个全面的治疗。你看咱们的小金桔，去年冬天结了好多，这一直也没怎么打理呢。你看现在叶子都发黄了，这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啊。是该翻一下了，每次浇水那水都从旁边的全部都流出来了。花盆里的土反结得很厉害，像石头一样，浇进去的水根本就没有吸收，直接顺着盆边流走了。我们准备把它翻出来，给它重新换一下土，顺便也施点肥。人没营养啊，身体不该发黄的，植物没营养，叶子加点。这个肥料是跟土拌在一起的，对，这个跟土拌在一起，当然就有效果。这用多少你知道不知道啊？肥料这个东西，多用一点点，少用一点点，哪有不用的？这是发酵好的牛粪，我们也倒一些拌在土里面。听种花有经验的人说，花土里边加点牛粪，植物长得好。之前是不知道，也没用过，这次试试看怎么样。剩余的土，老公又给招财树换上了。花盆里的土换好了，我想这下营养应该跟得上了。又到了柳絮漫天飞舞的季节，本
来这个季节挺好的，温度适中，不热不冷，风吹在脸上也感觉暖暖的，让人特别舒服。可是这漫天飞舞的柳絮着实让人难受。我们种植的花草还有小院的地面上，每天都要洒上好几遍的水，才能暂时压制住到处乱飞的柳絮。朋友们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为什么又在搞这个东西了？你给大家说说吧。这个地方有点矮，下雨的话水全部在这里，把它变高一点。这也就是说，没有找人家专业的设计师来做，后面就是要补救。你这样一折腾，咱们种的太阳花还能出来不能啊？不折腾它补接出不来。前几天下雨，这里边的水那么多，淹也把它淹死了。回头再种点别的吧。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前几天铺地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2天下雨，石榴树的池子里积满了水，好像一个院子里的水都朝这边流。我们刚种下的太阳花也被雨水泡了2天，估计是不能发芽了。天有点晚了，打开灯加会儿班吧。这个活儿看似工程量不大，但确实是个精细活儿，边边缝缝都要用水泥把它密封好，不然雨水还会顺着缝隙流到池子里。完工后的样子是这样的，虽然看上去不怎么好看，但防水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直接放在地面上的，由于经常给菜地浇水，会造成泥土流失，再加上走的次数多了，感觉好多地方都虚空了。小院铺地砖的时候，剩余的还有水泥和黄沙，老公准备把菜园子里的石板小路加固一下，这样走起路来就不会摇摇晃晃的了。院子里的活基本上收拾完了，天气也热了，接下来就该收拾我们的室内了。老公说这个天花板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搭的，10多年了，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只有2个地方破损了。我们打算再买2块图案一样的石膏板补一补，谁知道同样图案的石膏板如今不好买到，所以打算全拆了，做新的吧。今天的工作是先把屋里零零碎碎的东西清出去，腾出空间，好开展下一步工作。看我老公，不管多忙多累，也会抽空陪儿子玩一下。屋里的东西清理好了，我们这就去买吊顶的材料，明天室内正式开工。看起来不管干什么活都要讲究个方式方法。今天我们准备把这10多年的老房顶给拆掉。一开始我们是打算整块的把它拆下来，直接放在车里拉走。谁知刚拆了2块，一不小心10多年的陈年老土搞得老公浑身都是。后来老爸说，反正拆下来的石膏板已经没什么用了，索性直接把它敲碎，这样也许还能节省时间，拆得快一点。朋友们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很解压？看起来这个方法我们是用对了，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爸的建议真的很管用，一会儿的功夫整个屋顶就拆完了。当初吊顶的时候，好几个人忙活了2天才做好，如今10多分钟就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把固定石膏板的架子也拆下来，这个活儿可是没有刚才捅石膏板的过程那么快，密密麻麻的全是吊丝，满屋都是，这下够我老公捡一会儿了。朋友们都说我只动口不动手，今天让大家见识见识，我动起手来那可是一点也不含糊。就这一些碎了的石膏板，我们装了满满的6车才拉完。还有这个10多年前的吊扇，老公说以前的东西质量好，准备把它拆下来清理一下，打算还把它利用起来。这就是顶棚拆好之后冬暖夏凉的老房原有的样子。你现在拿这个假草坪干嘛呢？以后你就知道了。好，你要跟爸爸帮忙是不是？好，让开吧。小院里的每个角落都被老公收拾得干净利索。前几天还说就差这个地方露着水泥地不好看，结果今天就忍不住动手了。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比露着水泥地要好看多？那肯定啊，打扮一下就是不一样啊。这些欧石竹长得真好啊！把这个欧石竹是不是准备放到那个石榴树下面呢？对。圈圈 ，Hello， 来晃晃来，买不买？买。石榴树下面的这块空地，我们要利用起来种点花草，为的是能给小院里增添点绿色。于是前几天我们种了太阳花种子，谁知刚种下就连续下了2天的雨，我们的太阳花种子被水淹了，不能发芽了。老公决定还是种上欧石竹，因为欧石竹的生命力强，
只要有土的地方就能生长，而且冬天也不怕冷，属于四季常青的花草。有了欧式竹的点缀，看起来是比以前漂亮多了。我感觉我们小院的葡萄架还缺少点什么。葡萄树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打算给它搭个架子，好让它顺着架子往上爬。老公送的材料到了，这就准备把它安装上。这天气也怪了，刚才还好好的，这一会儿满天乌云，看起来是要下雨的样子。这是催着我们要加快进度的。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模仿能力真是强，看我们小宝也学他爸爸锯木头呢。不过这个东西太危险，你可不能玩。最近老公常说，从城市回到农村以来，已经慢慢适应了农村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也挺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听他的意思，这次回农村是回对了，可能是计算上出问题了，买回来的材料明明是算好的，结果多出来一节，只好切掉了。生活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带来一些惊喜，就像这次葡萄架上面安装的护栏。其实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葡萄树搭个架子，能给它个支撑，让它顺着架子往上爬。谁知装上去之后，让整个葡萄架看起来还美观了不少。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收获。我们的这棵石榴树经过精心打理之后，今年开了好多花，希望能收获很多石榴吧。葡萄架的那一面已经安装好了，剩下的这一面同样的步骤再来一遍。可能是风把乌云吹走了，雨没下来，天空又放晴了。怎么样感觉？好看多了。这东西本来不是这样的，这本来是往墙上挂的，给它变通了一点。咱们这上面都可以挂点小花呀什么的。还有咱们这个葡萄树，到时候可以没看咱们的葡萄树是立着长的。这个棍子当初是支撑在这儿。哟，不会把葡萄树给弄断吧？不会不会。还挺长的，这么长啊！埋进去很深的。啊，它自己都倒过来了吧？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它自己都挨着了，还真是啊，是吧？咱们这个葡萄架是越来越漂亮了。对，越来越漂亮。这都是你一点一点精心打造出来的呀。小院的菜园子里还有一块空地，这是前2天拔了大蒜之后腾出来的。今天把土地翻一下，准备种点小青菜。卖种子的老板说，这一包种子大概能种6到7个平方，可倒出来之后感觉只有这么一点点，恐怕连我们这3个多平方的菜地都不够用。这要省了点用啊，就这么多，这一不小心就不够了。种子撒上去之后，用耙子拉一遍，再用铁锹轻轻拍打一遍，为的是能让种子扎根扎得牢，再薄薄的撒上一层水，就这样我们的小青菜就种好了，静等发芽吧。老公从奶奶家搬回来2盆花苗，先不给大家说这个花的名字，看有没有朋友认识的。由于种得太密了，准备给他们分一下盆。盆子里种花这种活儿，之前都是我在做，可后来我发现老公好像比我更喜欢种花。他常说，看着自己亲手种的花从发芽到长大再到开花，这个过程挺好的，好像是他赋予了这棵花的生命。所以移植花的时候，每一颗都很小心。小花苗移植好了，院子里能用上的花盆也全用上了。不知道这种花的名字在你们那边是怎么说的？我的芙蓉苗到来了，哎呀，终于到了。所以能收快递了，把它种上去。叫成用土了，来给我，来过来。哎，你看我们这个睡莲中午还开着花呢，怎么到了下午都花都收住了呀？我也不知道，第一次种没经验还不懂。难道说睡莲中午盛开，到下午就睡觉了？人家中午开的那么好，这个时间就像那个刚开花的时候一样。你怎么还垫个这个东西呢？每个花盆里面不都垫了吗？这个漏水不漏土。等一下，我要拌点东西。你又来给你爸爸帮忙了？你又来捣乱了，他应该说你又来捣乱的。这土不
还用筛子过来一遍，要不然那个土块太大。飞跑了。风大。马上该收麦子了，每年快收麦子的时候，你没有发现那风都是大的很。晨晨也给爸爸帮忙，是不是啊？好棒啊！这就是玩土的好处。一会儿洗头吧，好不好？洗头，把土都跑在头发里了。哇，脏不脏啊6颗，买了5颗，人家商家好，还多送了1颗。这个盆子里种2颗吧。心心念念的葫芦苗。等一下，给你洗洗脸好不好？一会儿你把土又跑到头上了啊。其实这一个盆子里种1颗就行。还是种2颗吧，保险起见。对，我就要怕它万一。这个院子里种葫芦，这个寓意比较好，是吧？葫芦不是葫芦。儿子可以开水管了，把水管打开。打开了吗？好了，打开了。开太小了，开大一点。可以。哎呦，全真棒，会给爸爸开水管了。可以了，比养个小狗强。能给我们帮一点小忙了。干点小活。小活。在儿子的放生效以后，我们的葫芦苗也种好了。我已经在想象着嫁给爸爸的晨晨，你看谁回来了？哥哥回来了，是不是啊？老大，看看你爸我们2个种的菜怎么样？番茄长得不错呀。番茄好吧？还有黄瓜嘞。黄瓜也照了，上次来我知道还没结几个呢。你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有点老了。哦，这么大呀！啊，你也想要，给你一个吧。这自己种的黄瓜就是这样的，上面全部都是小刺。扎不扎？呀，是很扎。扎，看拿不拿？你也还拿？走吧。允许让你先吃，好不好？啊，让你先吃吧。挺脆呀。这自己种的黄瓜吃起来肯定跟卖的不一样。这人呢，咱种的啊，就应该种在这个马路边上，种在外边。咱种在它不适合种在院里，长太高了，把它拔了吧，要不然别的东西受影响。拔了吧。不过这花确实看起来挺好看的。花苞是很多呀，你看上面都是花苞。老公，辛苦了，来送您束花，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你看啊，6一儿童节啊！让你回到年轻时候嘛。好，谢谢。你看，送您束花，儿童节快乐！快，去吧，拿着玩吧。好看吗？给我送花了。好，谢谢。这一束花，你看送了3个人。来，给大家测量一下。
的总宽度是这个地方是102，这个花池中间的宽度是54，花池的高度是45厘米，这卡座的宽度是43厘米，卡座的高度是30，后边16。我们的卡座尺寸量好了，如果你们觉得好玩的，可以做个参考。你们看我买这个草坪还可以，一直都是这个高度。是呀，跟价钱一分货，贵一点就是好。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中间以后老是会出一些野草。这个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不像有的家呀，几天就要修剪一次。我们家呀，希望一个夏天就不用让我们剪，这样最好了。一直就这个高度。看谁打电话了？估计是送货的来了。喂，啊，你到了是吧？好，等我出去接你一下。咱们订的材料到了。对呀，终于到了，解封了，材料送来，咱们屋里就可以开了。我去接货吧。其实我们的装修材料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定好了，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一直没有送货。今天货到了，我们的房屋改造也要正式拉开序幕了。好了，这工具都齐了，明天开工吧。朋友们看一下，这是我们2天的劳动成果，操作起来才知道，是我们把吊顶的活想起来了，或者说吊顶真不是一个人的活。材料和工具准备好之后，因为是第一次尝试着自己做，没经验，所以我们还找了专业的师傅，提前请教了一番才开始动手的。半天下来，老公说，光定这个架子就能让它定到冬退。按我们屋里的面积算下来，这样的架子起码要定9个。还不一定够，同样的步骤，同样的方法，反复着一遍又一遍。我们改造的是85年的老房子，关于这次吊顶，我的想法是，老房子了没必要大动干戈，用后板随便吊个底就行。可老公说，要住就要住舒服点，看哪都顺眼，非要用石膏板吊出平房的感觉。反正这活儿也不是我干的，你说咋地就咋地吧。架子装上去之后是这样的，满屋顶横七竖八的全是木条。看到我眼都晕了，老公说石膏板要固定在这个架子上，所以这个架子必须要做得牢一点。天真热呀，感觉一点风都没有。看我老公走路的动作，就知道这2天真的累坏了。我们明天准备找人帮忙，因为这吊顶的活真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了。好几天没更新作品了，原因是一个人干活进度有点慢。本来打算找人帮忙的，可这2天我们这里都在忙着收麦子，师傅要明天才能过来。今天我们打算把屋里的线路排一下。老公说他要解锁一个新技能，就是做电工。我问他学没学过电工，他说他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我真有点担心老公接的灯会半天，师傅来了，我们可以固定石膏板了。有师傅帮忙就是不一样。之前还想着这么多块石膏板，不知道要做几天呢。原来一块接着一块固定也挺快的，1上午的时间就全部做好了。房子的一边，我们隔开了一间做卧室。我一直以为做隔断是要用砖再重新砌一面墙，看起来我的想法已经过时了。这个隔断我们用的是金刚材料，说实在的，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做隔断，感觉就那薄薄的几根铁片，好像不牢固的样子。但老公说把石膏板固定在上面就好了，这就是石膏板安装好的样子。今天就做到这里吧，明天继续。老公的强迫症又犯了，85年的老房子，为了追求完美，还粘上了石膏线，又贴了钛金条。就这2样东西，整整用了1天的时间。效果怎么样？要等完工之后揭开钛金条包磨的那一刻才知道。通过这次改造小院，老公说他有一种体会，就是无论干什么活，一开始打算简单修整一下，但在做的过程中，要求就会慢慢变高，不由自主的就开始追求完美了。就像这次室内排线，本来打算走横线，毕竟是老房子了，想着重新开线槽挺麻烦的，没必要大动干戈。但做着做着，计划就变了，又想着暗线还是比明线好看，这不又开始挖线槽了。评论区里有好多朋友提醒我们电线要套管子，在这里谢谢朋友们的关心。线槽挖好了，我们这就去买管子，把电线套上。老板生意真是好，大中午人就挺多的。不能拿一小块。
它那个小块真好。对，这路反正是就一般那红牌这个，完整的是哎，啊，这个做应该都可以。做可以，往这走。可以啊，可以，就深度没问题。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咱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打扫个卫生还是可以的。我们结婚的这个盆子呀，自从我们改造小院子，它的用处可真不小啊。之前的东西质量好，和水泥、白灰，然后这次有石膏，还是因为它是铜的，它如果是塑料的，估计老早都不行了。那是。石子没找到啊，天黑了，怎么说？不知道放哪儿去。应该会挺会想办法拿这个东西。一下查哪就行。经验都是在实践中慢慢积累的，不管干什么活，正确的方式方法确实可以提升工作效率。一开始我们把穿好的管子放在线槽里，开始抹石膏，但管子还会把石膏顶出来。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又琢磨着先把石膏抹在线槽里，再把管子按进去，这样管子就粘在石膏上出不来了。找对方法之后，这活干起来就快多了。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我们是打着灯在加夜班，时间不早了，活也干得差不多了。今天就这样吧。这几天的作品更新的有点慢，因为我们家大宝是毕业班，最近在忙着备战中考，所以房屋改造的进度也暂停了下来。感觉很好奇。别动，别动。好，你别动，跟爸爸学吧。这装完还挺漂亮的啊。这个都是主开关，然后这个是物理照明，这个是卫生间，这个是厨房，这个是空调，全都有电的。那是不是你以前学过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是无师自通的。这电上可是要小心一点啊。是的，放心吧。装这个位置上啊，本来我想把它打个洞，就把它装成暗管。太麻烦了。我们小宝可勤快了，可能是受他爸的影响，没事就喜欢浇花。老公说他是为了玩水，屋里的线路排好了，我们这就去把灯买回来安装上。卖灯的老板娘很热情，给我们推荐了好几种款式。我们根据自己房屋室内的搭配选了一款，款式确定好之后付款走人。10多分钟的时间，一桩买卖就这样成交了。卖灯的老板娘说，我们是她遇到最省心的顾客。等这个电接好了，我们先去把空调给买回来，当天刚好是不热。温度确实得40度。这几天温度都是在40度左右。把那个灯给我拿一个。哎，这小灯打得不错。这灯装起来麻烦不麻烦？不麻烦，两根线头接好之后往里面一卡。这个就是在高处做起来有点慢啊。举着胳膊一直举着胳膊，站太高让它磕住，等到房主看。20个灯要一天都装不完。哎，这线头接好了装里面，我看了一下时间，第一个灯老公用了10多分钟才装好，可能是熟能生巧的原因吧。后来慢慢就快了，不过满屋的灯装下来也用了整整1个下午。灯装上之后，室内的效果是这样的。虽然不算完美，但我相信过不了几天，在我和老公的精心布置下，我们这10多年不曾居住的老房一定会变得像新的一样。我们室内的改造已经做好了，下一步就该家具进场了。有人说，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由此可见，一张床再配上一张舒适的床垫，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多么重要。我的床装好了，我的床垫也到了，我去拿一下。你不是去拿床垫了吗？这是什么东西呀？你看一下这个，我这还是头一回见，可以把床垫装在箱里。终于想到有床垫可以用包装。包装袋一打开就开始自动膨胀了，大概60秒的时间就能恢复到原来的大小，足足有30公分厚。这种买最后用的床垫还送了个背包。
给你了。哎呀，师傅，这个床垫软硬度刚刚好。看看特美的。哦，人家这个是带拉链的呀，外罩脏了还能拆下来洗。是挺方便的。人家这365天免费试睡，不满意了还可以再退回去。看起来这次买床垫是没少费心呀。好了，现在的床的问题解决了，随后我就要买2套漂亮一点的床上用品，再铺上去效果就好看了。对，到了，装上了，过几天就有礼了。这商家找不来箱子了，你看。不知道还以为你买的是方便面呢。是不是买了2个呀？对，咱们堂屋门口一个，厨房门口一个。这东西看起来好像有点不是很好啊，像塑料的一样。说是抗砸抗压，拿个锤子砸都砸不坏。这也没发个安装的说明。长了一点，长了比短了强，万一短了接的时候又麻烦。老公就是这么个人，刚才还说商家太粗心，没有给他带一份安装说明，这会儿又说还是自己琢磨着安装出来的有成就感。这一半怎么没有支架呀？是不是少了一个？不少，这个就是往这边接了，这个支架是公用的。哦，这个等于是我们堂屋用的啊。是吧？可以。好的，别漏了，给我帮忙把这个接上去，你扶着那边。好，可以了。我们河南挺贵，42度。要不然说我们河南这边的天气四季分明了，冬天冷得很，夏天热得很。我的风格太热了，先放着吧，下午凉快的时候再。我们主房门口这个雨搭比较大，安装的时候比较麻烦。刚好我们大宝放假在家，这下好了，不用出去找人帮忙了。小宝看到哥哥在帮忙，自己也想去表现一下，忙忙活活的在那儿来回转，真是想不明白，这么大的小孩子，整天心里都在想什么。说来也巧，雨搭刚刚安装好，就象征性的下了一阵雨。我想这是在检测我们的雨搭安装后的效果吧。我们室内的墙面是纯白色的，看上去是挺干净，但总是感觉还少点什么。老公说，如果有一面背景墙衬托着，就不显得那么空旷了。我从网上查了一下，随便一面背景墙，它的价格是这样。老公说，他要挑战做全网最便宜的背景墙。先把背景墙的尺寸大小确定下来，用水平仪打好垂直线，又用美纹纸把边框修饰好。看到这里才知道，原来是打算用乳胶漆调个颜色，刷一面背景墙出来。我今天给你做的最省钱、用美观的电脑。那就交给你了。想要什么颜色？什么颜色？要不做那个灰蓝色的吧？我感觉那个颜色。好了，开始你的表演吧。老公说买色浆和美纹纸花了20，乳胶漆是之前剩下的。如果这个背景墙制作成功了，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花了20块钱就做了一面背景墙？朋友们说，我老公的想法对吗？颜色定好了没？我看刷出来那么多颜色，这么多颜色，你看哪个好？这会儿我看的有点乱。就这个颜色吧。这个颜色，这都太重。之前我就说过，我们室内的整体风格是黑白灰，突然跳个亮颜色，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你看，才刷了这么一点点，就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最后决定还是调个灰色的靠谱。
想想之前我们院子里的影壁墙也是调了好几次颜色，返工了又返工，才出的这个效果。没想到这次室内的背景墙还是没能一次成功。我想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之间最明显的对比了。这怎么一块浅一块重啊？是不是没刷均匀啊？这颜色重的地方还没干透，那个白的地方颜色浅的是干了。对对。等它完全干透之后，颜色变成一样，到时间就好看。早就打算给我们主房的门口装个门帘，但考虑的是铁门，没法钉钉子。如果把钉子钉在门框外，把整个门包起来，看着也不好看，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拖着。前几天老公无意从网上看到了这款门帘，不用钉钉子，固定条直接粘在门框上，再把门帘粘在固定条上就可以了，操作起来方便快捷，一会儿功夫就安装好了，感觉效果还好。多朋友想看我们家的厨房是什么样的，其实厨房早几天就收拾好了。由于天气太热，在录制的过程中手机罢工了，自动黑屏。等老公把橱柜安装好之后才发现过程根本就没录上，好多视频也丢失了。今天我把仅有的一些素材提取出来制作的这期视频。好了，我开始给你拼积木了。这个拼起来要麻烦呀，我看。有说明书，你看，这不在这放着。他也给你帮忙了，用手扒着，哎，对。看我老公自己累得一身汗，还有心思逗猫，赶快干活吧。漂亮的小花园是需要打理的。前几天下雨了，看我们的草坪一个劲儿的疯长。我买的床垫到了是吧？哦，那你先收着吧，待会儿就回去。打上电话说床垫到了，一会儿咱们回去。好的。好多粉丝都在关注我们的小院，担心一个卧室不够住。老粉们都知道，在我们村上，我们还有一个院子，房间也比较多，所以说住房的问题，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家大宝读高中了，每周放风2个小时，1个月才回来1次。我们今天准备给孩子收拾出来一个房间，让孩子每次从学校回来都能体会到家的温暖和舒适。感觉一间卧室里要想睡眠好，一张好的床垫是不可缺少的。我们选的是这款自然标记的床垫，是专门为孩子选的。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就要选这种支撑力好的床垫。床垫的软硬只是表面的感受，真正舒不舒服，其实主要看支撑力。这张床垫有2000左右的小长板，精准衬托身体每一处，腰椎、颈椎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躺下身体也很放松，而且适配180度，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
这做了带刚有施工，可能应该就是混合着，应该我们放这些点，我那还都许诺了，这一年了，阳光比较好，这到时候俺回来，谁知就不得很，让你做上团，这样咱上下哪里感觉就是北京的。哎，你感觉这团队做的咋样？还是吧？不让我们知道这个，我这出来，到时候你们有人，咱们都想这个，好，咱们自己来。我做点儿快。这是。